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原来如此。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话题是千万注意关于我的错误。本频道从开通至今已经制作了超过100期的节目，我也从一个一知半解的人逐渐对基督信仰有了一些许的认识。虽然我说过，对于本频道的节目大部分还是在真理中站立得住，但是也存在一些节目的解读出现偏差，甚至有一些知识性的错误。有的无伤大雅，但是有的还是需要拿出来说一说。我今天就来和大家说一个我节目中的错误解读，也许今天的节目对您来说也是有帮助的。因为当你看到我身上错误的时候，您也可以自我对比一下，认知到错误才是改正的基础，拒绝承认自己的错才是更大错误的温床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睁大眼睛，好好的看一看，千万注意关于我的错误。很多人都会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在读圣经的同时，也会在网络上收看各类的福音节目。有一些是牧师的解经或者讲道，有些则是主题类的分享。比如本频道就属于主题分享。当我们对于基督信仰不是很了解的时候，网络上那些名目的讲道节目，可以说对我们提升对信仰的认识给出了很大的帮助。我也曾经度过那样的一个时期，每天热衷于在网络上收看各种讲道视频，一些明星牧师的网络节目，几乎能找到的都会收看一遍，同时也觉得他们说的应该基本上都是对的，所以就会自然地将一些名目的讲道当作真理来对待，而省去了自己去读经查验这个环节。所以在我起初的一些节目中，为了更好地在真理中有所突出，偶尔会直接选用那些牧师的观点。虽然这样做的想法初衷是更加稳妥，但事实上没有自己去查验的东西，存在的风险是很大的。罗马书第10章第10节，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估计很多人看了都会有疑问，原来称义和得救是这样简单的吗？心里相信就可以，嘴巴上承认就 OK。 基督徒受洗的时候不都是这样说的吗？难道受洗的基督徒都是得救的基督徒了？既然都称义得救了，基督徒天天读经祷告还做什么呢？周周去做礼拜又是为何呢？有人说，基督徒不是单单得救，基督徒还有更丰盛的生命和天国的奖赏。敬虔的基督徒是为了得到更大的赏赐。这个时候你会发现，其实很多基督徒可不是这么想的。他们觉得进天国什么赏赐不赏赐的好像不重要，至于自己能够得到一张天国的门票，哪怕是一张站票也可以，完全没有非要争取什么 VIP 呀、商务舱啊。按照现实的理论，一架飞机的商务舱会比经济舱先到达目的地吗？当然不会。面对这些属实的言论，有时候你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回应。至于一些教会的牧师，为了教会的增长，也会拿出一些经文
断章取义地教导大家，让大家觉得称义和得救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。我的一期节目中曾经引用过这句经文，同时还引用了一位名牧对于这句经文的解读，为的是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句经文。不过事与愿违，现在来看，这位牧师的解读是有问题的，而我没有更多的查验，便直接引述，这样我就把错误的教导错误的传递给了大家。虽然这一期节目我早已经将其下架了，估计很多朋友都没有看过，或者看过的也没有印象。不过我今天还是想把这件事情翻出来说一说。这个错误的观点是这样的：坦白说，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，这句话的确给人带来误解。那么轻易就得救了，地狱差不多也应该关门了。而这位牧师的解读是，初代教会时期罗马帝国对于基督徒是严重逼迫的，基督教是属于违法的宗教，特别是在当时的首都罗马，卫兵会在大街上随意询问路人是不是基督徒，因为圣经的教导是基督徒不可以撒谎。然而不能撒谎的基督徒只要承认自己的身份，那么就会被直接处死，而且是被绑起来挂在空中活活烧死。同时要求过往的路人停下脚步来观看。对于基督徒来说，这是极大的震撼。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的这段教导，并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这种心里相信和口里承认。因为当时的基督徒如果口里承认，随时都会有丢掉性命的风险，那是需要巨大的信心和勇气的。起初我觉得这种解读听起来也是蛮有道理的，而初代教会时期基督徒被逼迫也是事实，所以就选择相信这种解读，并且在一期的节目中引用了这个观点。可是后来发现这里的问题还是很大的。第一，这段经文出自罗马书，罗马书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使徒保罗比较早期的书信。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还没有去过罗马，并且还在四处正常的传道，显然当时的逼迫并不严重。第二，保罗后来的确亲自到过罗马，并且在罗马被囚禁。但即使保罗在罗马被囚禁期间，也写信安排教会各类的事项，并且让一些人从外地到罗马来见他。显然罗马当局对于保罗的监控是有的，但是罗马书中提及的那些教会领袖仍然可以自由地进出罗马，保罗绝不会让那些人来罗马送死，所以当时的逼迫并不严重。第三，罗马书成书时间大约是在主后56到58年，著名的罗马城大火发生在主后64年。众所周知，罗马城大火被嫁祸于基督徒，所以罗马当局对基督徒采取了严酷的逼迫。从时间上来看，罗马书写于罗马城大火数年之前，当时对于基督教的逼迫并不严重。第四，众所周知，初代教会第一次被大规模的逼迫发生在罗马皇帝尼禄当政时期。尼禄就任罗马皇帝那一年才17岁，
也就是主后54年。尼禄统治的早期并没有获得太多的实权，罗马帝国基本上都是由军方和元老院来控制。从屋大维一直到格老丢，罗马帝国的各代皇帝要么忙于各类的征战，要么忙于宫廷内斗。犹太教或者基督教并不是帝国的首要敌人，所以在罗马书成书时期，才刚刚20岁的尼禄根本没有大规模镇压基督教的可能。所以综合以上几个方面，罗马书中解读出来口里承认需要付出生命代价的这种说法，基本上可以算作是错误的。于是问题来了，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在这里必须要说明，读圣经避免断章取义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读上下文。千万不要自己先预设一个立场，然后再去寻找符合这个立场的经文。一定要注意上下文的语境，再结合文字中所表达内容的环境做出判断。我们从罗马书第9章开始，就很明显的能够感觉到第9章和第10章是连在一起的，而这2个章节都在说以色列人的问题。我们知道罗马书是使徒保罗写给罗马地区教会的书信。保罗虽然在那个时期还没有去过罗马，但罗马教会的很多信息已经有人传达给了他。针对罗马教会的问题和实际情况，保罗写了这封劝勉的书信。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，如果我们是罗马教会的会员，有人将我们的一些问题和情况汇报给了保罗，之后教会收到了保罗的书信，书信中或劝勉或严厉地指出一些人的错误和问题。你觉得教会宣读这篇书信说到与你自己的问题吻合的时候，你是不是马上就能对号入座呢？我觉得这是一定的。从前上学的时候，老师在班上批评某些同学的时候，如果说特别是某人如何如何了，通常都会有很多眼睛齐刷刷的朝一个人看。保罗书信都是有针对性的，并不是泛泛而谈。所以当这一大段话讲出来的时候，罗马教会的以色列人一下子就能明白，这些话不是对教会里外邦人讲的，而是对有这种情况的以色列人讲的。如果更准确一点的说，就是对教会中那些最顽固的犹太人说的。而这些犹太人有什么问题呢？问题就是，虽然他们来到了教会，但是他们的心里仍然放不下过去的律法。也就是说，虽然成为了基督徒，但是骨子里犹太教徒的身份还是不愿意放弃。这就好比很多华人基督徒，明明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，但是华人传统对于祖先的祭祀仍然不愿意放弃。他们仍然相信对祖先的祭拜、供奉、迷信和祈福等等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虽然信了主了，但是祖宗那一套迷信的东西同样相信。烧香、烧纸，目的看风水，求祖宗保佑等等。罗马教会的一些犹太人也是这样，虽然他们到了教会，但是关于律法、割礼的传统观念仍然要坚持，对于救恩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旧约时代，
甚至他们还有一丝怀疑耶稣的复活和耶稣神儿子的身份。当时敬虔的犹太人除了耶和华以外，不会称任何一个人为主的，所以教会中有一些人一直不愿意称耶稣为主。罗马书第10章第9节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这句话与第10节是连在一起的。耶稣就是神，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这是基督教的核心信仰。不承认这2点的人，基本上可以确定他尚未得到救恩。而一些顽固的犹太人就是心里和嘴巴上刚硬。犹太人熟读律法，犹太人熟悉旧约圣经，只要他们口里说耶稣是主，就是承认耶稣是上帝。这与外邦人的文化是不同的。当时的希腊人可以随时称呼比自己地位高的人是主，所以一个人出门遇到了当官的、有钱的、有地位的，可能出去转了一圈，叫了好多人都是主。但是犹太人是不这么做的，犹太人只承认上帝才是主。所以当耶稣在保罗前往大马士革路上向他显现的时候，保罗见到那无与伦比的光亮的时候，他说：主啊，你是谁？我在之前的节目中分享过，保罗这句话是不寻常的。对于外邦人来说，这句话没什么，但是保罗是法利赛人出身，是最敬虔的犹太教徒出身，主可不是随便叫的。一句主啊，你是谁，就相当于说，我知道你是上帝，可是我不知道你是谁。同样，在罗马教会的一些信徒与保罗之前的经历是相似的，所以保罗才告诉这些犹太人，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因为犹太人本就是信独一真神的，只是他们不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，耶稣就是神。心里相信和口里承认，对于犹太人来说就是完完全全的信靠，对于我们外邦人来说并不是这样的。研读圣经不仅要对照上下文，还要了解当时的人文、地理和社会环境，这样我们才能还原出一个最接近圣经写作背景的场景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更精准地掌握圣经在说什么。今天一些老基督徒高举各种宗派、教义，甚至高举自己的教会或者牧师，但是他们却没有自己从圣经中获取真理的能力。他们就是新一代的犹太人，他们信的不是主，而是信教义、信牧师。当然，这一部分人的情况并不是普遍性的，但是圣经中就是有对这种极端情况特别的教导。所以我们应该学会怎样去研读圣经。对于我节目中曾经的错误解读，我在这里向大家道歉，也求主怜悯，让我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够领受更多从主而来的真理。